那你还想要明通股份这个客户吗？我当然想要了，但我不想昧着良心挣钱。我爸曾经说过，做公关，利随名往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些蝇头小利，做一些损坏自己口碑的事情。你爸吃亏就吃亏在这个名上。他是被人陷害了，所以越是这样，我越要替我爸留住名声，替 DL 守住口碑。可是 DL 现在急需要业绩，你这样把客户推出去，负面影响会很大的。该承担的总是要承担。所以，我真的想知道你是什么态度。没想好。江总、魏总 ，Stella， 请你们快点。知道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董小鹏不只是交通肇事逃逸，他还做伪证，这已经严重的触犯了法律，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公关事件了。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隐瞒事实的真相，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律师去处理。所以我建议我们主动暂停庭外和解，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当事人，同时要求董小鹏自首。你要求客户自首，那明通股份这单业务不要了？我做这个决定，我也很艰难。我觉得 DL 现在变得越来越像是个慈善机构，天天说着寻求公平正义、维护社会道德，结果呢，这正义感是有，客户全跑了。难道追求公平正义不对吗？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吗？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我现在算是全明白了。感情我们现在在这儿唯一不做的一件事儿是生意，天天想着怎么弘扬真善美呢。我现在都有点怀疑啊，我这个合伙人当的，我到底是为了挣钱，还是为了行善？这件事情的对错无权判断，毕竟不是我经手的。但我就想知道，每一次我们都看似很正义地做出了一个选择，放弃了我们的客户，站在了一个所谓正确的位置上，但因此，我们失去了业务，失去了 DL 作为一家公关公司的信誉度。鹏坤案发生之后，我们 DL 的每一个人都过得很艰难。我也知道江总，你因此承受着多大的压力，付出了多少努力。但现在公司的利益才应该是第一位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应当从对公司有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。一味追求对错，道德上没有问题，但不应该是我们 DL 的态度。我们现在没有资本任性。可是客户违法了，难道我们为了挣钱就要假装看不到真相了吗？没错，我承认我们要做好生意，但是做好生意就不讲良心了吗？如果每笔生意都把它放在道德的审判台上，把我们自己审得体无完肤，那真是庸人自扰。我们可以建议客户去自首，但其他的事情不应该是由我们管的。查案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已经为客户忠实地履行了合同，尽到了我们的责任。这个 case 我介入的比较深入，也算相对比较了解。你们的担心都不无道理。如果这次我们放弃了明通和董小鹏，肯定会有很多客户因此失去了对我们的信任。但如果这次我们帮助明通渡过了难关，万一有一天真相大白，到时候首当其冲的还是我们 DL， 那个时候大家就会说我们是骗子，DL 的声誉将一落千丈。刚才抒情也说了，这段时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因为彭坤案 ，DL 在业界和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受损，所以我认为这次的事件不仅仅是明通的危机公关，也是我们 DL 的危机公关。我们应该借着这件事情，扭转 DL 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，告诉大家我们是一间有社会正义感、有责任感的公司。至于利益，事实上这一单下来，利润也不高。当然，失去明通这样的客户肯定是受损的。但你们还记得 New Face 案吗？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客户会像 New Face 一样，
把他们的品牌和声誉交给一间诚信、守法的 BL。投票吧，我反对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玉哲，该你了。斯黛拉说的对，真相是瞒不住的。目击证人刘东已经承认是严律师让他做的伪证，我已经拿到了刘东的证词。如果我们继续隐瞒下去，那我们就是帮凶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为什么要后悔啊？踏进这个大门，你就很有可能断送了你们两家多年来的友谊。你想好怎么跟你妈交代了吗？我想，他应该会理解的。这么做会不会有点自私啊？你妈肯定特别后悔把董天辉介绍给我们，也肯定特别后悔让我们来帮助董小鹏。本来人家是来找我们寻求帮助的，结果我们要把人家的儿子送进监狱。寻求真相的勇气是可贵的。但知道真相以后，如何去面对才是最残酷的。你确定你能承受揭开真相的一切后果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现在让我打退堂鼓吗？如果你不想揭开真相，你为什么要去找刘东？找到真相是一回事儿，要说出真相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掩盖真相就是帮凶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这个 U 盘里面是监控视频，这里是刘东的录音证词。董小鹏不仅交通肇事逃逸，还涉嫌做伪证，他骗了我们所有人。天慧阿姨，他确实是违法了。江达林，你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吗？我妈给你公关费是为了让你帮我，你反过来害我呀？我哪得罪你了？江达林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这些年明通给了你们家多少生意？你爸在我妈这赚了多少钱？还有，你妈跟我妈是几10年的朋友啊，咱俩小学就是同学，你这么对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说完了没有啊？你一东西给你什么好处啊？什么都没给我，因为你犯了错，你违法了。我劝你还是自首吧。凭什么？你以为你谁呀？你是法官啊？我可以再花钱，我再请律师，我再做新证据，他们可以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。你的悲剧就在于，你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能拿钱摆平。刚才进门以前，我们还在犹豫，但是我看到你现在这副德行，真的应该给你个教训。你就是个法盲，如果这次你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，将来你还会犯更大的错。董总，该说的说完了，您来做决定。走吧。魏哲，你给我站住！天慧阿姨，真的对不起。大林，大林，江大林，小鹏。喂，
110吗？我叫董天慧，我要替我儿子自首。妈，妈，喂，女士，您说。喂，女士，您还在吗？喂，女士，您没事吧？还在吗？喂，女士，您说话呀？您在什么地方？我在淀山湖度假村。目击者刘东最终在魏哲的劝说下，向警方提供证词。叶东烈不对刘东进行起诉。严律师制造视频伪证，虽未造成实质伤害，但仍构成犯罪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最终，董小鹏因交通肇事逃逸致叶永福重伤，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，并赔偿叶永福所有的医药费、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失费。庆祝一下。谢谢老师。没有什么要总结的吗？有啊，我觉得对不起我妈，对不起天慧阿姨，就怪那个董小鹏。你就不觉得对不起我吗？对不起你什么呀？作为合伙人，我来这儿最重要的是利益。上次 NewFace 的案子被你误打误撞弄成了，该赚的钱也赚到了。这次咱们先不说董小鹏的代理费，明通集团这么大的客户，眼睁睁的就让他们跑掉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赔偿我吗？可开会投票表决的时候，你投的是赞成票，不是我逼你的，我赔偿你什么呀？看来我听你挺错了。亲兄弟还得明算账，更何况我们只是合伙人。如果你还想让我在 DL 继续干下去，这次你就必须赔偿我，因为我要让你长记性。你知道我以前办一桩危机公关的案子多少钱吗？这次的事情我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，这么多的精力，你不给钱，累傻小子呢？那你要多少钱？30万啊？一点都没多要你的。那我能不能年底再给你啊？我哪有那些钱啊？把利息算好。小气鬼。